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在游轮航程的最后一夜，因为雷雨天气，游轮被迫停泊在大海上。把那个补给搬到船头。行，来。海上补给船船长勋一和船医小何一在2层甲板上发现一起这什么？死者真保罗尸体浑身湿透，左右手有烧伤痕迹。经小何一检查，死亡原因为心脏骤停。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詹姆斯、一亿、心跳、何布雷和大瑞奇5人之中。突然间有一个人拿着枪指着我，我就听见了一声枪响。一声枪响之后，心跳坠海。刚接近那个位置，我就中了一枪。第2声枪响，何布雷后肩中枪。我们这样推想的时候，我听到了1声枪响。詹姆斯坠海时又响起第3声枪响，那就是第3枪了。3次开枪都是何人所为？其实我发现了4颗弹壳。为什么现场却发现了4个弹壳？弹壳，那还有1颗子弹，2颗子弹。哇哦，这有2个弹壳。真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他鞋是绝缘的吗？是，因为他的脚是没有任何灼伤的。对，如果是我们认为他的鞋是绝缘的话，其实是任何上面的电都通不了，导不到下面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1声枪响。你也听到枪响？然后没站稳，我就掉到海里了。你也掉到海里了。嚯，这海里真热闹，全在底下，全在海里，在街市场那是。那就是第3枪了。新那一枪，我这一枪，他这一枪。3枪内拍案惊奇。哎，你跳下去了之后，那个盒掉哪去了？之后我就在海里游啊游啊游，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就下起了雨。我也是从船尾上的岸，然后我的手套呢，我就直接丢到海里了。我就想回到甲板找宝石盒，我看到宝石盒在甲板上。此时，甲板区域比刚才更暗了，然后吧台那边我看不清。灯已经灭了。我只能借助2楼的房间照出光来。我看到他躺在地上没了呼吸。我就担心他是不是被雷给劈死的，因为如果被雷给劈死的话，就是跟我就脱不了关系。所以我白说谎了，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他就不是被劈死的。我就中午12点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甲板上见过。
然后我就想赶紧完成我的计划，把宝石盒放回海里。刚好那个钩子在船上，就是等于我把宝石盒子把它挂好之后，脚踩的把它重新下锚了。啊，你上来之后看到那个盒了，又给它扔下去了。所以杀死他的人不是要宝石，就想让他死。对，小何来，来，我搜的是辛和真他们的客厅。首先是一张照片，就是他们两个非常相爱的结婚照， CP 照，当时应该是很幸福吧。我一直觉得我很幸福。但是呢，在他的那个包包里面有一本册子，这本册子上写的是后半生的保障，就是他认为你是他后半生的保障，因为他吃软饭的嘛。嗯，我知道，今天这一切我慢慢消化已经不震惊了。对。然后呢，他有一张纸是婚前保证书，婚前协议。对，珍保罗在婚姻期间，他不会参与你的集团的任何产业，包括不干涉你的这些经营决策等等。而且他们一旦离婚了之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离的，珍保罗他都会净身出户。哦，我不知道这个。然后他那张纸的背后，他写了一段字儿：老顽固还是拗不过小金兔，心跳早已被我拿捏。老顽固应该是你爸，可能是我爸爸为了保护我。就是他的爸爸虽然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但是杜绝了一切他把他的财产弄走的可能性。那可是他为什么要杀他呢？如果杀了之后，就不是因为离婚净身出户嘛，可能这个是遗产继承了，他就能拿到他的钱了。也许正是因为签了这份保证书，所以才让他有了这么一个杀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欣欣从来没有克扣过他呀，只是最近这一次有点忙，没有及时给他转。他要多少钱，欣欣都会给他，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杀掉欣欣？但是他也需要5000万啊！我不是逼着他必须得给他钱了吗？主要是可能回复慢，他堵不上他那个时间点了。对，我老给他这个。对，3，就是这个。然后真有病，你知道吗？他就是有病啊！他干这么多事儿，他没病。他有大病，他有丧心病狂病。他在吃一种叫做整形维生素。什么？什么意思？就是他有些时候不太行。哦，吃了之后就很行。是这个意思吗？这个他是每天晚上9点准时吃，但是今天9点这个药还在。应该是9点他有急事儿，应该是9点之前他没来得及回去。他没在那儿。然后发现了他有一个电脑，这个电脑应该是他的。他在里面有一个网页，他找了一个小恶魔，就是你。对，我绰号叫小恶魔。这个小恶魔的特色就是擅长以不同的身份接近目标，杀人于无形，但是不擅长近身肉搏。这个任可丁啊是世界排名第1的杀手，我呢是世界排名第2。
有人杀人用刀，我杀人用媚眼。我是属于那种百变又迷人的反派。行。然后呢，在电脑上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他跟一个买家在 M100年2月10号的时候问他说：“你要高价收购夜空之星？”我老公发的。他想把这个夜空之星卖给别人。啊？这里有一个交货的时间点是3月1号，也就是明天，就是他今天必须要拿到这个夜空之星。那我想请问他，如果真的卖掉了这个戒指，他怎么解释他的太太死了之后，戒指又流通到市面上了呢？他可以说这个可能被偷了，咋地？几天前不是响那个警铃了吗？哦，他会撒谎说他太太坠海了，戒指被偷了，但事实上是他把戒指拿走了。对啊。他是想用这个预言把你杀死。哦。他这样他就不用负责任了，所以他说必须要把这个戒指给你戴上，你再去死。然后他就说这是预言，说至死不渝的爱情。哦，这样我就合理了。你就合理了。然后你死了，遗产是他的，他又把宝石卖了。我稍微补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搜这个案发现场的这个，其实这个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是个吧台，然后这儿是那个毛巾，对，这是死者死的这个位置，死者手上是有跟詹姆斯一起摸铁盒的烫伤，但是他的右手背上是有更严重的烫伤，真惨。变烤肉了哈。然后这是个灯牌，灯牌这有个断的那个电线，可能灯牌一拽，电线到了地上，地上是有水的。心脏骤停啊，电死的。像刚才侦探说的，我躺下去，我身体有一部分直接跟下面的水跟电全部彻底接触，就变成一个通路了嘛？对。死者的这个旁边发现灯牌被一颗子弹打了，然后所以灯牌断了，它掉下来了。啊！但这儿是一个子弹的孔，相当于这个灯牌它后面那个棍儿是要架在这个孔上的，所以很难打准，打得这么准。还得透视嘛？对，一是要透视，二是你得非常准这个枪法。太细了，那个木条很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误打误撞射到这儿了。误打误撞就拿枪的就是凶手，过失致人死。他死因是电死的，但是这个电死其实并不能100%跟那颗子弹挂上钩，因为它不是一定是那么触发那个机关。对。在你掉海里之后，他上来，然后又把他给电死了。然后呢，死者的动线是这样，就是他的右脚鞋底下有一块黑胶，上面有点胶的痕迹。在这个毛巾下面是有这样的黑胶的，所以死者之前的动线，他一定是去过毛巾这儿，然后踩过这儿。那个按钮是上升的那个按钮，对，然后就在这个毛巾这儿有一个弹壳，在这儿是那个走廊，这是屋嘛。这都是房间，
在走廊这一块有一个弹壳。啊，那儿又有一个。对，其实我发现了4颗。哦。环的过道，詹姆斯发现这儿有2颗弹壳。哇哦！这个是大昏迷的地方，昏迷的地方我还发现了一把手枪。这个枪有一个英文，这是你的枪对吗？对，Rich，你的枪哦，那我的 Rich 啊，他的枪里头打出2发。那就这2枪都是你打的。我打的。因为那把枪是你的，少了2发子弹，你一定开过2枪。就看你往哪儿打的。哎，真的，因为现在那个现场弹壳的数量跟弹头的数量是对不上的。对。现在我们是找了4发弹壳。对。你身上取出1颗。木条上有1个。对。不太好对应哪一发是哪一发打的，但是其实还是少2发。而且那个枪也只打了2发，所以其实枪应该少了1把。对，应该不可能只有我那把。手枪旁边还有一个录音笔，录音笔是大的，这录音笔打不开，就在这儿。我给你们听听他的录音，你听听我录音吧，就全明白了。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是丽丽吗？是丽丽吗？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因为我是8点50的时候听见外边不是打雷了一声嘛，然后我就拿上枪，我就走出了房门。快走到甲板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我就误以为你是丽丽。对。然后我就已经知道我这病要犯了，然后我就摁下了我这个口袋里的这个录音笔，接下来的事儿我就全都不知道了。我肯定当时是看见了你还有一个男人，然后当时说怼着你那个。直到他们来你才醒，对吗？对。然后你在干嘛？你就不知道了。对呀，我就晕了。不是，你是最后晕，中间你有可能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是不是我自个儿不知道？对。他其实不是一直晕的，他是后来晕的。但是他发病了之后，他会把他的记忆和现实混淆。他晕倒再醒来的时候，他就会忘掉这中间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断片儿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发病的时候就有点像梦游？也有可能是我开枪了。对，有可能是。这个一定是在9点之前，因为9点之后心就掉下去了。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有3声枪响了。对。还有1声枪响呢。我先把我发现的说完啊，然后呢，就在这儿，这个位置有一个绳子，它放到海里了，但这绳特别长。啊，就有一个信息，就是这艘船的话，只能从船尾的那个活梯然后上来的。也就是说，他就是做好了要掉下去的准备，他有后手。走吧，咱俩，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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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说？很难说。你是怎么想的吗？我是觉得啊，那根绳子应该是有用处。对。然后何在此时提出来的这个猜想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对这个做法他是熟悉的，然后他反而主动把这个东西说出来的情况下，有可能。你啊，这我是这么想的。来，我们现在开始搜身。哇哦，搜了。我没有，侦探哪有？来，看看。不从推油开始吗？推油开始吧，这都推的有点。又开始了。哎，手枪，啊，有枪。哦，有个手机。什么枪啊？哇哦，怎么这么帅啊？这照片。如果作为一个杀手，任务失败会怎么样？要么解决客户，要么被客户解决。就是告诉我，如果我不解决他的话，我就会被真杀掉。是。他的意思就是这行有这种规矩吧？啊，要不你死，要不我死。也许他会再聘别的人来干掉我。哦，对，干掉你，对吧？有可能。你的大杀机出现了。还有谁有呀？没有把枪什么的。哎，哦，黄铜小钥匙，开谁呀？什么东西开不开呀？哎，哇，这啥意思？锁着。还有一个枪没打开，去屋里看看。你有没有？没有。你有没有？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你给我说实话。哎呦，大哥，我一个老小，不要来弄我了。哎，这儿。哦，箱子。什么东西啊？哟，花呀！以前2个老公，他都调查过。啊？大师说行啊，这个人很好，你可以嫁给他，这个人也可以嫁。没想到我就过得很幸福。怎么回事嘛？世界上真的没有大师给你算出一个靠谱的男人。之所以你最后觉得那2任丈夫都靠谱的原因是大师真的去做了他们的背调。哦，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哎，这首歌，我心永恒。智者不入爱河，但这条河我想要趟一趟。哦，又是爱了。他喜欢你。哦 ，My heart will go on。当当当当当当当。本世纪最大的小提琴表演艺术家。哎，后面是啥呀？这个，你是我唯一的变数。黑框眼镜。你能想象他的网聊头像是一个黑框眼镜吗？这样的一个纯爱有物的人啊，就是你一夜。哦，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想要破案的时候却有感情线可以听？这个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呀，你们俩的感情线一定要坐在床上说吗？我们是纯爱战士。一边推着油一边说，这刚好快极限。我这个单方面的爱情萌动，就纯爱到我都单恋呢。对，因为我这辈子最不相信的就是1是爱情，2是玄学。这2个小孩是我们当时学校的一个校霸。校霸。对啊，表面上看我在被他们整，其实我在整他们。
因为这个视角是我提前安排好的一个摄像头。哦，从小就用我的智慧在对付这些看不惯的人，对，所以我今天偷拍了，明天他们就被开除了。但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傻乎乎的戴眼镜的一个救你来了，对，他过来保护我，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挨揍了。哦，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我的第一反应，但是他毕竟救了我，就因为一起挨揍的情谊吧，我就跟他多聊了2句。我发现他喜欢花，喜欢向日葵，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小动物。哦，当时呢，我都不是特别理解，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笨蛋喜欢的东西。小笨蛋。哦，怪不得他刚刚管我叫小笨蛋。小笨蛋。哎，你看看，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也许他是我唯一一个能接受的，就不那么聪明的人。就我愿意进入他的世界，看看他为什么喜欢小花小草，喜欢小猫小狗。那张卡给错了，那张纯爱卡给他好了，纯爱给他了。然后呢？所以我写了，这是我唯一的变数啊，就是他是我愿意唯一一个在我的这种极度理智之外的人。所以我后来在我们的职业网站上，不是谁过来跟我聊抽卡，我都会跟他聊的。我是因为看到他头像是一个黑框眼镜，你知道是他，因为他读书的时候戴眼镜，触发了一些回忆吧。对，包括他说话的感觉和他的性格，就让我确定肯定就是他。然后他跟我说，我喜欢一个人靠不靠谱？我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就是想确保他能幸福。为什么有这个花和为什么想趟一趟这个河？还是因为被推了监之后产生的想法。这他要是一开门看他拎瓶精油，他内心得多爽啊！但我现在此时知道，他拿着精油每个屋都去了，我的心里边有多伤。他都结2回婚了，你这都是你安排的，你还有什么可伤的呀？那你这花准备什么时候给他呢？还是说他现在抛给我们这些还没结婚的人？就是我们接住了老朽，到了也该结婚了吧，50多岁了。那我的爱情来了，我的第3任老公出现了。你想让他活下去吗？您那命啊，有点克。等一下，那我前2个老公死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所以后来我为什么给你编一个胸有大志啊？因为我觉得那人也不太好找。哼，但没想到啊，还是玄学呀！被雷劈出一个痣了。胸有大志，不太好找，给雷劈出一个痣了。哪儿都。哎呦喂！我的妈呀！太扯了，太扯了。21.05，我们在争夺的过程中，这个铁盒子在贴到我胸口的时候，我们俩被雷给劈了，被雷劈出一个痣了。所以是你没有撒谎，是等于有一个人在真晕倒了之后，让电把他电死了。谁呢？那个人是谁呢？现在姨的故事还没有出来，朋友们，我们再去翻看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让我来验证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纯爱战士。哎，你这个马克笔是要干什么用的呀？哦，是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的手，这是什么药粉？火药。是的。火药。火药。干嘛了？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虽然咱们现在是那个 CP，
但是之前呢，我是一直以为他是我的那个真命天子的。然后我去真的房间给他做推油的时候，我发现了真有枪。然后我一直以为真要杀他，和在真的门口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还想偷宝石？我怕真一旦知道了这个事情，会想要杀了你。所以12点到2点之间，就是你戴戒指的时候，我就故意的把水泼到了真的身上，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哎，我那有去渍笔，要不你来我这儿，我帮你把它擦掉。我就在帮他擦的时候，偷偷的顺走了他的房卡，然后去他房间把枪拿出来，把子弹的火药倒出来。空炮弹。对，我留了一点点，就不致死。那就是真打的我。怪不得他打到我肩膀上，我只是倒了，因为我能够自己去处理这个，就是因为我中了枪，其实不严重，这样就讲得通了。是这样，晚上8点我又去约了你，我说我想跟你喝一杯，对，然后你不去，我后面有约会，很重要的啊。我就很郁闷，然后我就去了1楼的那个酒吧，想自己喝一杯，然后想一想我接下来怎么约你。喝的晕晕乎乎的，我突然从窗户看到了河掉下去了，掉到海里去了。我当时很害怕，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跑出去看是不是河掉下去了。当时我一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了真的脸。你是先听到了枪响，对不对？我没有听到枪响，我只是从窗户这看到你掉下去了。而且我看到你的时候是在打雷之后。8点50打的雷啊，对啊，他9点是第一枪嘛，我9点01、02、03的样子嘛。那你有看到是真把我扔下去的吗？还是？我没有看，因为你们是在我上面的。我就看到你掉下去了，掉下去就是在喊宝石不在我身上，别杀我。那他身后那个男人不也应该就是真了吗？你们俩不是？对呀，我不知道。可是真怎么会找他要宝石呢？真如果找他要宝石，他没有告诉他宝石在哪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打他呢？然后这个是大老师昏迷的地方，昏迷的地方我还发现了一把手枪，真拿枪威胁他，而大开枪了。快走到甲板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我就误以为你是丽丽。啊，有可能。如果他目击了真对欣欣做了什么，然后他又有认知混乱，他会觉得那个是丽丽。他可能为了保护丽丽啊，就是说真要真威胁他的时候，你要打针，结果打到了广告板上，广告牌。这时候我跑过来了，真看到我跑过来就打我。走走走，去大的房间。纯爱姐推油，别再想着我啦。哎，这个没发现过，这是新的，让本官看看。你念。好，行。懒得念啊。丽丽的信。亲爱的大 Rich， 这是自10年前我们分别后，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之后我不会再为你悲伤，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而如果将来我们都有了新的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重逢的话，我也会开心地朝你微笑。我永远相信爱情，并认为最好的爱能唤醒灵魂，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如今我终于遇见了新的爱人，他是一名珠宝商人。哦，我吧。虽然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但是他承诺会给我
还有肚子里的宝宝，一个温暖的家。祝福我们吧，丽丽 M73年。73年，今年是100年，现在谁27？谁是27岁？是我，你看，我74年出生。所以你真是我哥。哥哥，认亲环节。哥哥。哥哥，那丽丽为什么会自杀呢？都跟我们说他是殉情，他殉了谁的情啊？朋友们，我们再看看吧。吓我一跳，怎么了？发现什么了？哎，股份赠与协议，新老板和大瑞奇，您爸爸跟我啊，双方就股份赠与事宜达成协议。甲方新老板同意将名下新世集团所持股份的2%股权赠与乙方大瑞奇，并承诺与乙方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2，乙方承认本合同规定，并承诺履行保护该公司名誉不受侵害的义务。也就是说，大知道了一些事儿。你用一些东西换来了钱。说吧。是这样的，您爸爸辛巴，哎，辛巴不是辛巴。辛巴，辛巴跟我们那个丽丽，当时在那个船上，他们都说丽丽跟你爸好，说丽丽是那种利欲熏心，然后觉得你爸有钱，他就仗着你爸那钱怎么着的。其实我呢来这儿主要还是说来这儿想认识更多有钱人，然后呢我自个儿就遛弯儿，你说没事遛什么弯儿，在屋里待着多好。我遛弯儿看见您爸爸呀，给丽丽从船上推下去了。看见辛巴拖起来丽丽，啊，卡喷呐，鸡巴巴，哎呀，去你的吧！去你的吧！就把你当着他俩说他妈，你还笑，他是不是应该跟我们俩道歉？哪有这样的？不住。反正辛巴就是这么起来的，就把那个，等会儿，不可能，你等会儿，我爸不会唱这个歌，我不信。我从来没听我爸唱。等他切回到那个悲伤的情绪，好来，我都哭了。然后你爸爸就说，给你2%的股份，让你闭嘴。对，我当时就是非常的，我也没辙，但是我也非常的悔恨。所以这些年来，你为什么一直执念的想起那个画面，就是因为你看到了。对，所以后来我就得病了嘛，有时候午夜梦回老想起这一段特别刺激我的这个时光啊。然后，但是你们没有发现我带枪真实的目的。我拿这个枪来，并不想杀任何人，我是想自杀。哦，因为我得病了，一直在被这个事儿折磨，再加上我这么多年光为了挣钱，其实我什么都没有，任何感情的世界都没有，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在月亮下只会花钱，因为我花前月下，我就喜欢花钱，哥们儿就是有钱，超级富豪。为什么我会来这个船？这个船不是您跟他几周年？3周年。对，我就是想在这个上边怀念一下过去。打雷了之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出去给自个儿一枪，我就死了。所以他在他的潜意识里，这个女孩，红衣服的女孩，就是丽丽，跳进去之后，有人是要杀她，他是要把那个人干死的。
哦，他的杀机其实这里面加强了，是因为他还有愧疚，因为他这些年来一直背负着出卖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换了这个所谓的财富。我们去找找看新的房间。我没有明白，真怎么会找他要宝石呢？这是新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哎呦，什么？什么药？好睡药。每日一粒即可进入深度睡眠，注意该药与狠型维生素急于混淆，请避免误食。哦，他在吃一种叫做狠型维生素。啊？你把他的药换啦？为什么？再找找看，有东西吗？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有东西吗？有个手机哎！哇哦！哇，好漂亮啊！同步通讯 APP， 已绑定珍宝罗的所有通讯 APP。监视他。这个是珍宝罗的接单内容：2月28日，新市千金戴上夜空之心戒指后，杀手借机将新市千金杀死。所以你早就知道。定金已付。内容：接单人擅长伪装各种身份，杀人于无形，但不擅长近身肉搏的小恶魔。因杀死两，他全都知道。你以为是你演他，结果是他演你。他跟我约了9点钟约会呢。你这是在玩火，你确定要靠近吗？本以为海水可以灭火，没有想到火烧得更旺。有点意思。结婚，结婚，结婚！其实你真实的身份我一直都知道。哦，小天哪！小丑竟是我自己，我就是百变又迷人又危险的何 Blade。涉世未深，完美小金兔，还在那整纯爱的。能掌控集团没点手腕怎么可以？哎，我还蛮符合我20岁这个天真的年龄。都是纯爱战士。天哪！哦。因为他一直要我的钱，所以其实我早就在他手机里安了 APP。我突然间有一天发现了他要杀我，然后我就说那不如我就将计就计，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样。但你不是已经把他换了药了吗？这已经做了很危险的事儿了。啊，所以是你设计的，让他看到有人要杀你吗？啊！哎，对，我没有听到男的跟他要宝石的声音，我听到是他自己大喊：“我没有宝石，你别杀我！”所以你没看见有人威胁他任何一个？我看到的是他站在栏杆上，然后一声枪响，他掉下去了。所以他刚才一直说我不知道谁呢？那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因为太黑了嘛，我也不敢回头。因为他不能编这个，是因为如果他编的话会对不上。哦，那你说有什么男的跟你说是编的，你没有那男的是吧？哎，但是你的计划里边本来就是有你落海的这一部分，对吧？因为你要让他认为你已经死了。嗯，可以这么说。哦，那枪声是哪来的？要不咱去案发现场瞅瞅？走走走，我们去找找看现场那个弹壳啊什么的。好，你看啊，这儿有一颗弹壳，这儿打过一枪，对，这儿有一个弹壳，这儿打一枪。这是啥呀？这有个鞭炮。哦，鞭炮。
所以那个枪声就你放的炮。对，小丑竟是我自己。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对，其实我就是想用鞭炮声造成一个有人对我开枪的假象来骗你。我本来想的是，我约他9点来，然后他一出现我就开始点鞭炮，点完鞭炮我就演一出戏，就感觉有人要威胁我，然后我就掉下去，掉下去之后他肯定觉得我死了嘛，对，这样他就能对我放松警惕了嘛，否则他一直要杀我呀。所以我手里其实有一个子弹，我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地上。那请问你掉下去之后，那个绳子是不是你自己留的？对，他自己留的。我那下边其实是我游泳圈的。其实那个绳儿不是为了帮你拽上来，是帮你固定那个游泳圈。对，然后我就钻那游泳圈里游回来了。你回来干什么了呢？游回来之后呢，本来我想趁他吃了我那个药，我下手。哦，但是好死不死，今天他没有吃药，他没有吃药，他也不在房间。这个也是打乱了我计划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我知道这个船上至少先有2个人要杀我，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老公。对。所以我没办法，我就想，那我就还是先逃吧。所以我又回海里去了。哦，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游到那儿去等你们来救我？救救我！救救我！那第一枪就不是大打的，第一枪是鞭炮呀。但是现在还差一个子弹头啊，一共4个子弹壳嘛。4个子，现在有一个是假的嘛？是我扔的。对啊，然后一枪在你这儿吧？对，一枪在那儿。哦，对对对，那儿有一枪。现在还差一个子弹头。还差一枪，还差一个子弹头。大的枪开了2枪，2发。其实是大的枪开的1枪，找不到。我在里面再找找看有没有。哎，哦，这儿有一个，找到了。有吗？打开了。那儿呢，那儿呢。有个弹头。这弹口打这儿了。哦。那打这边枪的时候，心已经掉水里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开枪？真拿枪威胁他，而大开枪了。演一出戏，就感觉有人要威胁我。你没有那男的是吧？不是大开的枪。这个电线有人动过吗？这个电线就是这样的，是吗？这电线原来是这样，不是它是这样，它是有点这样。离珍宝罗还有点距离。所以呢，它必须是得下雨，给它电死了。得下雨，就是下雨是发生的。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电线下雨之后，我用手去拿，不会电到是吗？肯定会被电吧。那凶手会不会在下雨前就动了电线？提前把电线放在地上，然后等下雨就可以把针电死。对。他现在其实是把作案时间提前了。那9点半之前。那这个点儿我们在水下。我在水下。他应该没有。他上来了。我9点掉下去，然后我游了一圈，从那个后甲板上来，然后我25分回到我的房间，发现不对，大事不好，然后我就又回到那个后甲板，我要下去，然后我就往那边游，在游的过程中下雨了，这个是我的时间点。
那还有在船上的这个组，哎，对，我想问问姨，你今天晚上忙什么了？我不是看到你掉下去了吗？然后我就想去救你，我就去设备间拿游泳圈，然后我就发现漏气了。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在屋里一直祈祷。好。救人靠祈祷，这点我信了。哎，我们现在去游泳圈那儿看看吧。好。翻那个坑去，翻那个坑去。哎呦，啥呀这是？这是游泳圈吗？游泳圈。哦。一次性深潜面罩，获得一次海底搜证机会。哦，深潜面罩什么意思？咱得潜水，就下去那里搜的，不能一般人去不了。哦，这个是个盒子吗？还是什么？闸？电路2楼甲板跳闸，短路，连电了，就给他电死了。你给推上去。那怎么样？下水看看？下水看看吧。这个特别像那个猪八戒那个肚皮。那我先下去了啊！好，你打个样。侦探，加油啊，侦探，注意安全呀！哎呀，我这坏掉了哎！那你不行了，那你不行了。算我憋会儿气吧。你水性好，你年轻。哎呀，哎呦，好恶心啊！哎呦喂，好恶心啊！海带。这没有水草，可以欧国恐怖箱综艺节目。我来吧。让小飞去。另外一把枪。这个打过一个子弹。那这个枪就是珍宝炉的枪啊。因为只有他打过一枪啊。对。所以他是打完你之后就把这个手枪扔了。哦，有个手机。啊，有手机。保罗的手机。备忘录，3月1日发给媒体，夜空之心再次现世，却在盗窃案中丢失。真心 CP 浓情薄命。真保罗为爱枪杀宝石盗窃者何某，爱与枪火交错之时被获刑。他也写好了，写好了要杀你。他也要给你灭口。在夜空之心交给心之后杀掉他。你掉下去之后，他打我一枪。这人弄得跟一兔两吃似的。这里肯定还有一些线索。哦，这里有东西。宝石盒，宝石盒。在这儿呢。把宝石盒子重新填海了。是你掉的？对对对。打不开。里边现在我们有钥匙可以打开啊。你的钥匙呢？钥匙呢？钥匙在我那个灯下边。啊，我去吧，我去。要打开吗？那戒指可不吉利，别戴啊！戴完之后对自个儿身体不好。我不要。千万别戴啊！在我那个华丽台灯下边。有吗？有。
开了。看看这个漂亮的戒指，哇，好漂亮啊！这个钻石还有诅咒的命运。它代表着至死不渝的爱情。我的目的是毁了他。他想把夜空之心卖给别人。我就觉得应该把这戒指扔海里，对不对？我有一个问题，那真是怎么发现我藏在毛巾下的宝石盒呢？要么咱再去案发现场瞅瞅。 OK， 我现在觉得还水里挺凉快的。我把它放下去，然后已经沉在下面毛里边了。那针又是怎么发现的呢？他的右脚鞋底下有一块黑胶，他把这个升上来之后拿上来。他为什么要升他呀？想开船跑。哎，对，还真是。啊，这个很歹毒。如果他比如说他看到他掉下去了，然后呢他又把我给陷下去了，他只要把船走了之后，我们永远爬不上来了。但是，他无意当中有一个收获，他无意发现盒在这儿呢啊。他起锚的原因是要先起锚再去开船。对，他没有来得及开船的时候，就发现哎有盒子，于是这件事情更重要了。然后你俩就打起来了，因为他刚看到盒子，就有人要跟他抢盒子，然后被雷劈了之后，他抱着盒子晕倒了。然后凶手这个时候出来把他电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凶手是不关心盒子的，因为你再回来的时候盒子在。再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线索。啊！制冰机9点的时候，2000毫升储备水已填满，一次都没有制冰。然后现在警告制冰机缺水。啊，它这个水是在下雨之前就有了，它没有等到下雨。哦，他用这里面的水啊，就可以让他好像是被水电死。对，但我觉得他要被电死，他至少头发什么应该立起来吧？那都是卡通片里。因为他俩电完了之后，他被电晕了。然后这时候呢还没下雨，然后呢有一个人过来。然后他一看，这也倒了，好机会，就给他电死了。对，就是为了过来的时候他没有下雨，但是他知道一会儿要下雨，他就过来是电死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想感觉是没有人动这个电线哦，是下雨完了之后下面那个有水把电倒过来把他弄死的。对。所以他应该是熟悉。谁熟悉这个吧台？这是个氛围灯啊！是我按的吧？氛围灯。哦，氛围啊！吓死我了！太吓人了。就是听说 DJ 要出来了。哎，穿皮裤蹦迪。啊，变成红色的衣服了。白色的衣服，在红色的氛围灯下变成了红色。啊！天哪！哦，我只能看见红衣女士，我来一枪。哦，这合理了，因为他以为他是希儿，我以为他是你想保护他，你想打的是他，因为你看到他在你们俩在争执嘛。哦，那就对。
他第一枪往这儿打，是因为你还站在高的地方；你第二枪打得暗一点，是因为你倒下去了，他想再打。哦，对，这才合理嘛。你听到第几个枪声啊？我只听到一声枪。我想想，你认为我听到那声枪声是谁的？肯定是大的呀。大的。因为真只打了一枪，打到我肩上了。我明白了，大的那个枪声应该是被那个雷声给恰到好处的掩盖了。我掉下去就是枪声之前有一声雷声。我们在争夺的过程中，这个铁盒子在贴到我胸口的时候，我们俩被雷给劈了。这3发子弹，3发就都对上了，齐了。有一个是我扔的，真看到我跑过来就打我。大的那个枪声应该是被那个雷声给恰到好处的掩盖了。这弹口打这儿了。就我这病的严重程度啊，我怎么过年？我一过年看见哪儿都换红衣服，一看红灯，我就直接晕了，在那半路呢。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衣服让你产生了。我明白，是合理，这合理。集中讨论。好，到底是谁呀？凶手啊？我们还是先这样，先说一下当晚的时间动线。我大概刚才想了一下，按那个枪声来说的话。第一次枪响应该是鞭炮，心跳，假装有人想要对他动手，引你出来，然后他弄了一个鞭炮，自己丢了个弹壳。对，是9点。然后9点05的时候你出来了。我在9点05之前，应该是02的03的样子。9点钟如约出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他在那喊了一句：“宝石不在我身上，不要杀我。”然后一声枪响，他掉下去了。因为从我的位置只能看到栏杆上的他，看不到他在对谁喊，然后你就过去看了。我过去看了，你过去看了呢，珍保罗直接就给了你一枪，我就昏倒了。然后呢，珍就把我给推下去了。推下去了。把我推下去的过程当中，姨在1楼的舷窗那看见了，然后他抬头往上看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珍，所以呢，我的这个时间线是姨可以作证的，接着呢，发现这盒了。发现这盒的时候，刚好张就出现了，他就去跟这个珍打起来了。这个盒。这会儿是几点？这是9点05到9点10分之间。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出来之后呢，其实他看到一个男的在和一个红衣女子争斗。红衣人儿吧？红衣人。对，我只要看见长裙的就行。然后呢，他已经进入到自己的意识和回忆的纠缠，他就觉得那个是丽丽，大就觉得要保护丽丽，就打了第1枪。而这个时候，因为2个人都站着，位置比较高，所以呢，打到的是这个广告板，广告牌就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发生一起雷击，大的第1枪淹没在那个雷声里，对，珍就昏倒了。张因为被麻了一下胸口，留下了胸有大志，然后呢就往后倒。往后倒的过程当中，大又补了一枪，就打到了地上的桶，然后张就掉下去了。这个时候是9点05分左右，不止了，没有9点10分了，9点10分了，因为9点05只是我觉得不对要往甲本上上的这个时间点，就上去之后这一串事儿怎么也得10分左右。那所以因为我们计算是在没下雨前。对，才有案发的。对，他落水了之后，那一声枪响是案发的现场，是成型了，是可以作案了。对，所以那就是从9点10分到9点半。对。当时在船上的一个是我晕了，还有我在房间里祈祷。姨他是看到河落水了，对吧？他挨着我，然后看到我落水了，然后他就开始祈祷。没有，我去拿游泳圈想要救你。他尝试过了，对，然后还没发现吹不动。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大概是晚上9点15分。所以你杀机是什么？我没有理由杀他。他有理由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你，他看见你，他看见你。我不爱他，但弱不弱点呢？我刚认识他，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是我的真命天子，我跟他又没结婚。因为他还没看到那个痣呢，他只是还在排除法。对，我只是觉得可能是他，所以我才保护他。
我会为了一个就是你都没相处过的人去杀人吗？你觉得这有必要吗？然后你看到一条生命活生生的从你眼前掉入了，然后我就去杀另外一条生命，因为你爱他。我不爱他。你别这么说，我有别的 CP 在这儿。哎，我觉得怡的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保护和，而不是去为他报仇。对的。我觉得怡的动机弱。那没准纯爱战士就这么任性，因为最后做的也并不多，气死宝宝了，电死你！从逻辑上有一点可以，就是稍微帮大抬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他处在混乱意识之后，想要杀一个人，手里还握着把枪，那我还干嘛不用枪而用电，对吗？你会发现，其实我根本也没有想弄死他。是这样，因为是在船上的2个人，一个是晕了，一个是移时间线模糊。我什么都不想要。所以呢，水里的时间线我们必须要好好盘。好，每个人必须把水里的时间线说得非常仔细。因为大家的路程基本上都是从这儿游到船尾。那所以每个人从这游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他刚才算了是大概20分钟左右，20到23分钟。所以你要10分下去，张是肯定游不回来。他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基本可信。对。那么我的时间点是，首先我前面有一个晕的时间，我醒来的时候是被水呛了一下醒来的，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已经在海里面了，所以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游的，我不敢保证。我晕了多长时间，我不敢保证。然后我醒了之后，我没有立刻往回游，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星星掉水了，于是我就开始寻找它。所以呢，我的动线虽然是从船头往船尾走，但是我不是拼命的游，我是在寻找。对，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从那边走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我遇不见这个女孩。那你掉水里了之后是什么时候爬上来的？你不是上来换了一个衣服吗？我到房间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是9点40。我其实本身没有想那么快的上去，因为我没有找到星星，是因为9点半下雨了。下雨了之后开始冷了之后，我就只能从后面爬上来了。然后我回到房间，当我可以看时间的时候是9点40。你在海里面待了半个小时？我不到半个小时，20多分钟，因为我9点过了才掉到水里的。新落水的时间是什么时间？9点整。9点整。然后你什么时候游回来的呢？我是从后甲板上来的，然后25分我走到了我的房间，发现那个药没有人吃，且房间没有人，然后我赶紧又折回到了后甲板。所以你游出去的时候下雨了吗？没有。你不怕冷吗？你下去之后？因为我早有准备。哦，大家都有装备，对，早有准备。其实从实际上来看啊，新的时间是最充足的。他21点下水之后，一直到21点25再上来，他自己说是25啊，但是其实这期间没有任何目击者。但是我们3个都有落水的这个过程，我们大概游回来的时间都是最少要20分钟以上。我其实是觉得他已经都上来了，发现人不在，他也不找，然后也不那个什么，就立刻马上从后面又跳水。可是问题是，如果我已知船上有2个人，就是要我的命，且就在今天。可是你还是回来了呀，你已经回来了。我回来了，要确定他吃那个药昏迷呀。我想现在听一听那个新，如果没有这些乱七八糟事儿发生，你的计划是？回来看他昏迷，昏迷之后，然后再把他扔水里。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已经让船上那个凶手觉得自己死掉了，然后回来要杀自己，另外一个杀自己人没有成功，跑到水面躲一躲，然后后来有船来的时候，他又坐这个船回来了，不是特别的合理。提个问题啊，如果说你没有碰到我们2个过来补给，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因为有人说会送补给，前面是有公知信息，所以我才会等。我不可能说不知道的时候我自己在那儿趴一晚上。
那你的这个计划砰的一声造成一个假象是，他想我麻痹大意，就我不会再追杀他了。然后那你不能再回来了。我回来，但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想杀他呀，我还是要执行我。那有一个问题，你做这个东西是你到底是要给他做个假象，说你已经死了，还是说你要杀他？我要杀他呀。但是你现在冲突了，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回来之后，你遇上他了之后，你等于前面的东西白做了。那我为什么要假死呢？我假死的目的就是让他别盯着我呀。可是他在船上呢呀，他就这么大点地儿啊。所以我的计划就是他会以为我死了，你知道吗？他就不会再找我了。那我回来之后，我就执行我本来的计划呀。欣姐本来想杀他，是想把他迷晕，晕了之后扔到海里，对吧？啊，对。但是真本来就是晕倒的，在甲板上，他是晕倒了之后才被电死的。如果欣姐发现他晕倒了之后，他就没有必要再把他电死，他直接把他扔海里就好了。那现在咱们最后说一下自己怀疑谁吧。我觉得还是怀疑3个落水的人，但是我觉得张的时间他不够时间游回来。但是他的那个理由就是非常能说服我们，因为他说他是看见你，他爱上你了，他下去之后但凡一醒，他要先找你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浪漫，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时间过去了。我主要是这样的，我呢，首先因为我晕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头啊。当我没有办法回头的时候，而且我听到他喊说宝石不在我身上，别杀我，我就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一定不是真。所以在我心里，真是对我没有恶意的。真只有什么时候对我有可能有恶意，就是我没有完成我的任务。就是你如果不解决客户，客户就要解决你，这是我师傅跟我说的。但我的任务不管是不是我做的，这个任务都已经结束完成了，因为心已经死了啊，所以我很难过的在新的这个卡片上面写了一个溺亡。还有一点是，就算我能够有时间回来，我是刚刚在甲板上被打了一枪的人。然后呢，我是一个不会近身攻击，而且我的方法就是接近你，然后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温柔一刀。我身上是没有武器的。但这不正好成全了这个案子吗？因为他不是被肉搏杀的呀。对啊，但是啊，你想想看，我如果一点凶器都没有，我又不会肉搏，我敢去甲板吗？他已经晕倒了呀，我哪知道呀？我是在那被打了一枪，我是晕倒了被扔下去的，我得先去甲板，我才知道他晕了。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贸然的去甲板的。啊，以他的人设应该是打完之后醒了之后先说几句法语，就不伦不伦不伦安顿就是 what happened， 然后就再这样。我觉得都有可能，就还是他俩。因为其实像怡的话，你怎么盘动机还是太弱了。然后刚才何谈到说他没有动机，其实我觉得，你再怎么说啊，就是此时你的动机可以升华为爱报仇了。而且你说没有勇气，我觉得也不一定。一个是你是被偷袭，然后你如果抢了一个时间，你有就是快速的回来之后，你变成偷袭方了。就是偷袭方作为这一个职业杀手，去甲板瞄一眼的勇气总是有的。就过来看，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杀手不敢杀人嘛，对吧？集中烹制。有一点，我觉得是不能100%存信的，就是他中的这一枪，他据何自己说是被打晕了，然后再被他扔下去呛水，直到醒了。其实不一定，因为没有别的目击者的情况下，可以我中枪的同时就做了一个落水。对，因为中枪之后不一定会晕啊，但是我确实是晕了。这个我所有的这个动线是有别人作证的。9点左右。对于心来说，其实反推心也很有可能，就是只是你倒推他的心态来说呢，你说上来之后马上又跑，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心呢是他自己也有整个完美的计划，
她是要先跳下去，然后再上来，然后趁她老公睡着，再把老公杀了，然后再跑，因为她知道10点有供给，她可以在那儿遇到我们。她只不过是这个环里头，她老公没有在那儿，她可能在甲板上遇到了，她把她给。其实觉得在岸上的人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人他要满足所有的条件，他要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他要想到有这个点，那谁的时间最充裕？为什么明明有更充足的点，你们非要怀疑我们只有1、2分钟来作案的人？行，咱们投票吧，你会投赢的。这。又要来投票了。还是用排除法。我觉得大瑞奇呢，就是开完2枪之后就晕倒了，然后就是詹姆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下到海里的，他往回游的话，时间其实是最赶的。何布雷他说他跳下船之后是要找心跳的。所以我稍微把何布雷排除一下。我现在最怀疑的2个人应该是心跳和一翼。心跳是有完整的一套计划的，9点05分他就已经跳下船去了。可能他回到船上之后把珍保罗电死了。时间线上一翼是非常模糊的。又是一个极限2选1。投票啦！投谁呢？因为今天的焦点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星和和嘛，然后其他3位我觉得确实可能性不大。星的话，他有个很明显，他上过船，然后又游走，那这段时间的话，他是可以撒谎的。然后和的话呢，我之所以还是会怀疑他，是因为我觉得他首先掉下去的时候，他不一定真的晕了。那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呢？这。我的命运牌指引着我。嘿嘿嘿，嘣嘣嘣！那么多人都投我们欣啊，怎么能这样啊？对，心跳反正就是万人投啊，不投他不可能。然后，但是我也是觉得何布雷呢，也确实是有嫌疑，所以我觉得。那么我就只能投给心跳啦，就是你。好，
今天我的选择很纠结，因为从今天整体的行动线、逻辑线来讲的话，那最后锁定的是我跟何。虽然说他很。这一案的凶手呢，我主要锁定在何不累跟心跳之间。何不累作为一个身上没携带武器的职业杀手，其实正确的反应就是应该顺势掉进海里，更何况他身上还有一个能快速保证他在水里面浮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神器。对于心跳来说呢，他说的这个不敢出来，其实也有 bug 在，他到礁石上到底能缓解多少他的危险困境，也许反而是更危险了。来吧，开始公开吧。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谁是杀害珍保罗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那肯定是我喽。我对，纯爱战士应声而出，晕了。这仨应该都，对我们仨都是纯爱战士。获得0票的是大瑞奇啊，詹姆斯，果然，还有1亿。哇！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心跳和何不累之间。你要不你先进去？又到我了，又到我了。心跳和何不累互投了对方。您好，辛苦了。我们这对儿这叫什么？爱人抗力吗？是吧？相爱相杀。侦探第1票投给了何不累。哦。侦探第2。这一票投虚，心跳，蛮平均的。哦，主打一个端水。哦，平了，广撒网，合理哈。一共就这俩，你至少投对1次啊。这把侦探念出了票，很羞耻啊。助理小何投给这儿呗。何不累，小何投大何。1亿投给我的命运牌指引着我。心跳3平。哇塞！还剩张和大啊。詹姆斯和大瑞奇都投给了
这个，谁还愿意再回到这个甲板上，然后去瞅一眼，看有没有机会的人来说，从决断力跟行动力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何不累是更有可能完成一个极限反杀的。所以最后投给的是何不累。何不累？何不累5票，请进铁笼。哇！惊喜吗？惊喜吗？你居然逃过了牢狱之灾，居然不是我！这必须得不让你慢你。太难投了。我会等你出来的，我会等你的。何不累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天哪！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厉害呀，谢谢。我就是本案的凶手，何不累。成功。跑错了，没事，要跳还是够的。就知道这何老师以前他是哇，玩得好，玩得好。我都投不下去，西西。我也投不下去你，是不是就没有晕倒那回事儿？撒了2个谎，一个我回头看到真了，我知道真要杀我，然后我就要杀他，但是作为一个杀手，我总是有点本事的，我身上总是会带一点小凶器的，所以我身上有一个很小的刀片，我是隐藏了我的杀机的。我其实做的事情是那个线啊，是被捆死在架子上的。我用那个刀呢，把那个绑绳给割了，就让那个线够长度可以扔到地上，然后再把那个制冰机里面的水倒下来。就是一个杀手，最后就是说，你若杀我，我必杀之。滴水不漏，滴水不漏。另外一个谎呢是，其实我可能跟他前后脚，他不是23回来的吗？对，我可能就比你稍微晚个1、2分钟。哦，我从我这边走，你从你那边走，所以没遇上。我直接去了甲板，然后去的时候他就躺在那儿了。就你游回来之后。对。天赐良机。所以最后只能在我和欣欣中间，就比较难了。然后欣姐就被狂踩的都说不出来话。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侦探助理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不过你今天拿了个秤，所以一人1票是对的。来，咱们说不贪，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评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佳洁士锁白牙膏，主动美白，真相大白。本节目由佳洁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推理更有无感保护的护舒宝液体卫生巾赞助播出。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我感动，家产都给你留着。好，又给人家了，都是咱们的。哎，你的。收获了爱情，好。马上就出来。好，第一次出任务，为了一个女性就失败了。我决定改个职业，我不适合这个工作。
没事没事，富婆看上你了。我非常的感动。Someday， 这为什么要干杯？我今天的那张牌一个都不准。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老朋友，欢迎我们的郭慧法官、肖丹法官，还有沈一飞沈教授，欢迎各位。那接下来我们本期的合议庭会从成瘾行为聊起，一起来探讨爱的缺位对于人生选择的影响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3案现在开庭。那通过这一次的正片，我们也了解到，甄保罗由于一己私利，提前雇佣了杀手，准备杀害自己的妻子，并准备事后杀掉杀手，并制造妻子意外溺亡的假象，但是最终阴差阳错与其他人计划相互影响，而最终造成了自己的死亡。本案的凶手就是何。那我们如何来看待雇凶杀人这个行为，在法律当中有着怎样明确的一个量刑和判定？在法律中啊，没有雇凶杀人罪这一说，只有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雇凶杀人，那么属于故意杀人罪的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同时呢，又是一种典型的共同犯罪。所以说，买凶杀人的雇主和实施行凶的杀手，两个人是共同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应该共同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讲啊，两个人的罪责是基本相当，但是雇凶者他是犯意的发起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他的罪责往往是要重于实施这个故意杀人的。当然这也并非常例，多数情况下两个人是共同对被侵害的，比如说死亡啊，或者说甚至未遂这种一种后果，他们是要共同承担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就是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然后网络雇凶杀人，他可能就是双方都没有见面，而是说通过匿名的形式，通过网络的交易手段实施了他们的这种利益的往来。这种情况下，在判定当中，包括在整个的侦破过程当中，会有影响吗？首先呢，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侦查问题，是一个事实证据的认定问题。在近年来，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会的飞速发展，出现了以网络的形式，远程买凶杀人的案件。对侦破来讲，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自以为得计，但是我们讲，你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都有踪迹可循，甚至是在现代的技术侦查手段面前啊，这些所谓的暗网啊、买凶啊，都是一些很拙劣的伎俩，很容易被识破、被追踪，进而被揪出。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在实行网络实名制，更有利于去把这些看似隐藏在网络之下的人给揪出水面来。网络实名制的出现，对于网络上每一个人的言行会起到一个很大的监管，而且每个人都要开始对自己的言行更好的负责。不知道您有怎么样的看法？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实名制。去年呢，多家平台推动粉丝较多的自媒体账号实名信息展示工作，前台实名制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网络实名制，第一是可以明确网民的权利与义务，虚拟社会与现实世界一样，都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第二呢，是有些网民通过制造谣言、煽动网民情绪、恶意攻击他人，实名制的施行可以减少这些负面信息的传播，构建和谐清净的网络环境。第三是越来越多的部门都提供了实名网上服务，比如结婚登记预约、医院网上挂号等等，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便捷。第四呢，是有些不法分子利用个人信息没有登记或者虚假的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导致取证难、查处难。网络实名制有利于威慑不法分子，更好的、精准的去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我们要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理性、文明、冷静发言，共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实名制就是有助于推动大家不断的去约束自己。那再次说回我们这次的案件，珍宝罗死者为了赚取赌资，和赌场里面的赌球组织呢合作打假球，所以这个赌球当中到底会存在哪些黑幕？能不能请法官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赌球呢是一个疯狂的暴力黑产，真的故事呢在现实生活中也曾经真实上演。有些赌博集团呢将黑手伸进了足球赛场，通过操纵球队和球员来控制比赛的结果。有些球迷会盲目相信博彩公司给出的赔率，在他们的认知中，如果赔率设定错误，那么博彩公司就会亏损，所以跟着博彩公司去买肯定没错。但是对于博彩公司而言，他们要预测的并不是比赛的胜负，而是不同结果的投注额比例。只要投注额比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博彩公司就能盈利。有的骗局是赌对了却无法兑奖，一旦获奖 ，APP 可能就会弹出来一条网络故障，奖金根本没有办法兑现。还有的骗局是诱骗你充值会员，骗取你的个人信息，比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手机号码等等。这样呢，你一旦点击链接以后，就会触发木马程序。绑定的银行卡内的钱款立即被转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购买体育彩票合法，但赌球风险极大。刑法第303条第1款规定了赌博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即使不触犯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会影响你的生活，轻则痛失钱财，重则家破人亡。切勿因好奇、寻求刺激而尝试赌球。如果发现赌球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刚才肖丹法官介绍的发生在体育领域里的这些违法犯罪现象啊，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赌博罪了，很有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我点击这个链接，导致木马程序来把我的个人信息啊，甚至银行账户信息啊泄露啊，可能触犯相关的计算机类的犯罪，或者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我们看到一个比赛的明显的输赢，大家是能够一眼看出来，或者是通过正常的分析啊，是能够得出有可能存在猫腻啊、存在黑幕的这么一个结论。而更隐蔽的这种腐败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体育的管理人员、管理阶层、球队的管理阶层，甚至是裁判这些执法执纪者，这些人和这些违法犯罪现象结合在一块儿，他们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比简单的赌球会更为严重，也更为人民群众所痛恨。所以说，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也在不断的加大力度，对体育领域深入开展整治活动。的确，赌球的风险它不单单是钱财的损失，特别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珍宝罗他整个人生的走向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赌博快感，从打假球、赌球到有意的入赘新家、坑骗其家产，甚至最后对自己的妻子产生了杀心，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第一步踏错之后，一步步就走向了泥沼的深处，而且越陷越深。所以说，各位该如何去解读他的行为呢？赌博，我们常常把它简单的归结为金钱的刺激。赌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称之为叫成瘾性。如果大家看过《贪婪的多巴胺》这本书，它就直接告诉大家，赌博是个非常典型的成瘾性。这个多巴胺的刺激啊，不是说有个金钱刺激就多巴胺分泌了，它是一个预期的差距。也就是说，如果今天100块钱刺激了我，我得到了，明天再100块钱，它就刺激不了了，就要200块钱，必须要不断的增加，然后使得我的预期和实际中间它有各种的起起伏伏，这样子我才会不断的投入进去。所以赌博之所以老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完成了这样一个机制，你一定会不断的陷入在里面去。所以很多的人会高估自己抵御诱惑的能力，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在这个赌博的逻辑体系里，大家要清楚地意识到，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人为很难自控的上瘾机制在里面。如果你自己是这种上瘾行为，那你其实一定要记得，你要去求助专业人士，你需要有社会监控、有机构监控，才能帮助你跳出来。同样，法律的惩戒和威慑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力量，否则的话，
人类其实都很容易迷失在上瘾行为了。这个沈教授的话，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启发。刚才沈教授提到那本书，我也读过。更多的多巴胺需要更大程度的刺激，当一旦达到那个临界值，你可能难以来再去获得，所以说它是有限度的。但是内啡肽不一样，内啡肽是可以通过艰苦的自律、严格的自律来获得。那么法律呢，是通过对这些潜在的难以自律的人，强制他们进行自律。其实，在另外一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让他们通过自律获得内啡肽，减少这种容易获取的多巴胺。我们把那个内啡肽称之叫当下物质，就它是一个长久的欣赏型的、缓慢的，但是它是持久的一种成就感和快乐。那刚刚我们聊到了，除了珍宝罗之外的行为，还有几个角色也是在处理自己和他人或者社会关系上面有一些比较偏执的态度，比如说故事里面的和怡，一个是极致的冷漠，一个又是极致的追求。所以有哪些原因促成了他们当下现在这种认知呢？极端的这种成长环境和社会环境会造就一个极端的个体。但我们的研究正是告诉你，自己也得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那其实真的是50%跟50%的极端的环境，它也能造就一个人坚强的性格，但也能造就一个人完全逃避的性格。在这个背后，其实是你个人的性格特征，你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同时，我们也真的是呼吁，尤其是作为父母，尤其是作为一些未成年，因为他自己的能量不够，我们真的是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环境。否则的话，当缺位的时候，他一旦没有那个改变的动力，没有那个契机，他要跳出这个漩涡就比较艰难。其实爱的缺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没有在他年纪小的时候让他形成跟他人链接的能力，而跟他人链接的能力能让他产生同理心，然后没有链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互相的这种促进的动力机制，而是常常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竞争对象，社会就变成个零和游戏。所以真正爱的很重要的这个逻辑体系是如何让我们有更好的链接的体验，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强的同理心，有共情能力，然后我们才能很好的学会爱与被爱。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的社会，包括我自己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社会建立一个幸福的逻辑，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支持体系，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链接能力的重要性。在生活中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但至少在哪一刻你遇到某一个人，你能感受到这种温暖，即使这个人不是你的父母，是个陌生人，这种温暖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意义所在啊。我们也是很希望在案情以外能够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关注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给到大家这些温暖的支持。对，我们要努力给孩子更好的环境，那个环境其实既包括是物质生活上，更多的是爱与被爱和关怀上面。所以现在互联网上经常有一句话说，和这个人一相处会发现他从小是被爱包围着长大的，就是因为他所有的那些爱，从小收获到的爱了之后，他在未来和人相处的时候，他其实能够给予的，别人是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的。这也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和过程。那再次谢谢3位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那今天的案件到此就结束了。爱是环绕着世界的能量，有人对它执着，有人为它难以释怀，也有人在爱的缺位下做了不同的选择。不论怎样，都要始终怀揣着爱的初心，展现出作为人类真挚情感的爱的强大力量。那本期就到这儿了，大侦探合议庭，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拜拜。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
这个故事首先玩法上很特别，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的巧合事件上，对吧？然后在故事里面发生了很多的意外，然后这些意外被我们一点点拼凑起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何不累这个角色还是挺特别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得到过什么爱，然后也很苦过来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采用的和这个世界交手的方式呢，是去讨好、接近，然后想办法去迷惑对方。可能自以为是百炼成钢的一个冷血杀手吧，但其实是就遇到对的时机和对的人的话，就可能就瞬间沦陷了。这一集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一定会做的事情，当碰见了人，一切都是变数。我们认定的所有的那些一定会到达的彼岸，其实也许在游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不到那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想游去我们自个儿想去的地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是很公平的。当你为这个世界所谓的那点欲望而去多付出一点的话，它就会拿走你一点点的自个儿的私有的东西，包括爱情、友情、自由，都是等量兑换的。所以我们为了发展，就是我们都要定义成功，让成功变成了一个可视化、可量化，都要走流量啊。然后这就酿成了我们想得到那些流量，想得到那些已经被定义的成功呢，就要心甘情愿的去扼杀我们对爱的时间、对友情的时间、对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虽然可能有钱了，但是弥补不了你最后的对自己的那个内心那份缺失。那可能你最后，比如说走了很长的路以后，你发现还是想要找回那个最真诚的自己，那其实是你拿钱已经没有办法弥补的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吧，我们确实要追求物质来保障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对于精神世界的充盈的这种追求，然后让自己物质上以及精神上富足的活下去。我觉得这样就最好了。我之前一直很信的那种命运牌，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指引，其实都是有一个人在背后帮我做这些事情。我现在得到的这些回报，其实都是我在以前种下的种子，这种播种会慢慢的成长成一颗爱的种子，然后慢慢的再回到我身边来回馈我，来保护我，并不是单一的只是迷信一些卡呀，或者信一些什么玄学的东西啊。其实真实的还是因为有背后有感情支撑，有爱支撑。那我觉得生活中不光是女生，其实我觉得男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勇敢，然后有自己的判断，不失去自我，永远是生活的第一位的。爱情本身不是一个会值得去怀疑的这个事情。我是相信每个人都是有机会遇到真爱的，不用轻易的去评价爱情到底是不是值得相信，或者是不是值得期待。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值得爱的，在你遇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那个心动的瞬间、心跳的瞬间不是你可以控制的。而且我觉得爱情来临的时候还是很美妙的，因为证明你值得，也证明对方那个人可能就是爱情给你的一个礼物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腾讯地图、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X 先生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